那你先看看这个，我们的价格、账期、返点，全部都在里面，前所未有的优厚。你看，你只要看完了，我保证你开心。该你了，哎，哄我呀，嗯？我为什么要哄你啊？我一开始来了就跟您说了，我是来帮你的。田老板，我能够让你们田氏药号收入翻番，也能让你找到田氏药号曾经的荣光。不过不好意思，我们万灵丹呢，没有返点，也不降价，也没有什么账期。我们唯一能够保证的，就是合作共赢。大哥，刚才给你开出的那所有的条件，还可以再商量。哎呀，人家楚小姐可是让渡了万灵丹的权益给我的。玉书丸也可以，楚小姐足足让了1成呢。我们1成半。1成半呢？田老板，我看你不是想做生意，你只是想看我跟白小姐怎么互相厮杀。你说对了。想当初，你们用了所有的阴谋诡计呀，搞得我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狼狈吧。但是无论如何，现在能够看到你们狗咬狗，我开心得很呢。我现在。你少华，你干什么你？以徐景堂的财力，我想，白小姐就算是亏本，也一定会拿出让你满意的合作条件，但是她绝对不会拿出这样的药效。你没事吧？没事。天下还真有这样的药。1成5，我选你。我绝不讲价。虽然你很讨人嫌，但是你不是个笨蛋。我相信你绝对会选择能给你带来最大财富的那个合作伙伴，而不是最省钱的方案。还有，现在日本人这么欺辱我们，我不想内斗，所以我宁可自残，我也不和白小姐互相厮杀。我宁可退出这次合作，我也不会和白小姐打价格战的。田大少不仅答应了楚少华所有的条件，还额外注资成为了韶华制药的股东。是。楚少华这回算是在上海站稳脚跟了。对不起啊，我没能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说说吧，这次输在哪儿？进门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太低了，虽然让田大少出了气，但也让他看清了我。你有没有想过，田大少的生气，也许是种谈判技巧？你的意思是，我把谈判的重点弄错了？而楚韶华选对了方向。我觉得我这次输了，最关键的原因
就是玉树丸的效果，真的不如万灵丹。不对，这跟药效没关系，是因为你不够狠。真正厉害的人，是对自己都下得去狠手的人。你看看楚少华，为了对付你，对自己下多大的狠手。亏得你当初还想让2种药在市场上共存。下次再跟楚少华较量，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好像是韶华在结婚之前听说了什么，所以决定不结婚了。但具体什么事儿，他坚决不说。他都没跟你说呀。你可是什么事儿都跟他说的。不说也正常吧。可能是文之秋做了什么伤害他的事情，他不好开口呢。也可能是他就没把你当做真正的姐妹。你包是定制的吗？是的。你们男人啊，总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都靠不住。把那个最大的钻戒给我。好的。我也靠不住。现在倒是可以靠一靠，但是未来，我也说不好。项链，怎么样？好看吗？太美了。白小姐挑的全部都要。不，你什么意思？这些我都不要，一样都不要。一样都不要。那你要什么？我要你收我做徒弟，教我做生意。学做生意多累啊！你喜欢什么，想要什么，直接跟我说，我都可以买给你。那是你现在喜欢我，将来如果有一天你要不喜欢，买份报纸你都会觉得贵，我得为那天的到来提前做好准备。好啊，那你可以趁我还喜欢你，多攒点钱。与其攒钱，不如攒一点挣钱的经验。哎呀，你可比我想象的有趣的多呀！你要是多教我一点，会更有趣。好，我现在就给你上第一课，在生意场上，除了你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一切都可以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你这房子不是刚置办吗？住得好好的，干嘛要卖呀？我这不是要办厂开店吗？还差点钱，谢谢。差多少？我给你。我可不能要你的钱。为什么呀？就你那经济，我还不知道。春江花月被炸，把你那点积蓄都炸没了吧？就你那点钱，根本就不够我填补窟窿的，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好吧。对了，你跟夏元怎么回事？我现在是他的秘书兼助理。仅仅是助理兼秘书？那当然不只是。他有家室。哎，男人嘛，
有个三妻四妾，很正常的。但你没必要自轻自贱。你会因为我是他的情人，就看不起我吗？我只是替你不值得罢了。值不值得，我心里有数。二妞，我觉得啊，你放心吧，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我一定能得到钱。嗯，可之前你说你是要靠自己挣钱呢。就是因为我要靠自己挣钱了，我才更要跟夏元在一起。我要跟他学习怎么做生意。哎，你学做生意，你跟着我不就得了？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都要拜师了，我当然得拜个大的。夏元做生意的时间比你长，拜你不如拜他。可我要提醒你啊，夏元是一个为了钱什么都不顾及的男人，我怕他给你带歪了。巧了，我也是一个为了钱可以什么都不顾及的女人。再说了，我都已经歪成这样了，他还能把我带得歪到哪儿去？二妞，你不觉得你这一次付出的代价，比以往任何一段感情都更大吗？我这一次得到的会比以往任何一段都要多。你的面好了，你慢用啊。考虑怎么样？文老板，其实你不必这样。还要拒绝我？不，我愿意。我今儿约你出来呢，就是想告诉你这个决定。薪水就按你们行规来给我就行。不过我有个要求，我要1成的生股。多少？你听清楚了。行，文氏大药房欢迎你，朱小姐。其实我叫楚韶华。那为什么要化名朱砂啊？因为朱砂有毒啊，凡是沾上它的妖啊怪啊的都会没命。是不是有点害怕？还有点后悔？晚了。这狡诈的女人。啊，你看上我的不就是我的狡诈吗？谢谢你的花。田老板，白冰心小姐和田同心订婚的事您知道吗？是真的吗？这事您怎么看？您能接受一下我们的采访吗？对啊，能不能给我们讲几句？不好意思，麻烦让一让。讲几句吧。来了，田先生，田先生，请问您什么时候和白小姐结婚啊？田先生，请问您婚礼是中式还是西式的？田先生，请问婚礼场地您选择哪里？韶华，哎，你看，哎，小孙这朋友真是够意思啊！不仅他自己的报社登了我的消息，他朋友们的报社都登了，而且都有照片。你看，这，你看都有。哟，真是哎。哎，等等，你看到这儿了吗？田同心恋情大起底，历任女友名单曝光。哟。这有名有姓的就10几个呢。我看不见，我只能看见我自己的名字。你真的不在乎啊？我在乎，我在乎的是他们家有没有钱。哎，说到他们家啊，你和这个田二少订婚这事儿，怎么他们家和田二少好像都避而不谈呀？你仔细想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们家人不认可这桩婚事。不认可这桩婚事也在我的意料当中。二妞，这有些事儿是强求不来的。我们俩能有今天，不都是强求来的吗？好吧，既然你下定决心了，我也不说什么了。哎，你也决定去文之秋那儿了？啊，我今天已经从永新百货辞职了，我也跟文之秋说了。哦，对了，你想颖出院了？他怎么样了？听说追求者还是不断，在医院的时候，每天都有人给他送花、送礼品什么的。哎，不过他都没收。哦，对了，
田安少给他的分手支票，他也给退回去了。我没听错吧？他全部都退回去了。哎，这一点倒是没看出来哈。他这人还挺硬气的，当初还是小瞧了他。我不这么觉得，他就是太年轻，脑子不够转。这要是我，不仅不能退回去，我还得要他一大笔。这是尊严。韶华，钱才是尊严。不，钱是钱，尊严是尊严。找工作，进来试试。哎，等等，吃个点心。还有，我们进的这些药材啊，帮我确认一下它的那个我们进口的日期是什么时候。来了，欢迎光临文氏大药房。这就是你说的将来最赚钱的药房。参观一下。好。这是我们后院的作坊。哎，走，带你看点新东西。昨天刚运到的，我打算用西方的药学理论对传统验方进行改造和提升。改造和提升？我认为如果我们有西方药学理论及他们的制药技术，那肯定能让国药比以前更加发扬光大。但就凭你这些家实，把国药发扬光大，合抱之木，生于好土。9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说的这么困难，你就不怕我掉头走啊？不怕。你刚进来的时候，我看见你脸上是一种兴奋，可是后来，你好像有点失望，但你没嫌弃。刚刚我们在作坊的时候，你虽然带着点挑剔，可我现在在你的心里，看见了踌躇满志。你说的这些都是你的臆想。啊，是啊。沈部长还给我留着部长助理的位置。永兴百货跟这比，那可是上海排名第3的百货公司。这是未来上海第1。你不觉得你异想天开吗？异想天开吗？我看着你变成了永兴百货的店员，短短2个月，你就成了部长助理，这异想天开吗？我不觉得。你知道我生平最喜欢做2件事，一就是异想天开，2就是把异想天开变成事实。你以为你很了解我？我不了解，连你的名字我也这2天才知道的。我也相信我们文氏大药房如果已经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店，那也满足不了你。就因为我们跟上海第1还有那小小的差距，才能够让你在这边施展拳脚。不，你想错了，我不是你想的那样。承认吧，你是个有野心的女人，挑战是野心最好的伴侣。
顾本堂，别看他这样，实力不容小觑。怎么不容小觑啊？他认识那个谁啊？老刘家，专攻西药，这几年标得厉害。福安药房主打跌打损伤药，这么多年屹立不倒。春台药局老了，不行了。好了。啊。吃东西。好。今天这几条街走下来，什么感觉？咱们今天是一共看了43家药铺，其中6家呢是西药，还有5家是西药国药兼顾，其中的32家都是国药。而这32家国药店铺当中，田氏药号是占了6家的，都在上海最繁华的街面上。门面虽然是不大，但是客流量都是非常稳定的。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如果我们想成为上海国药界的老大，那田氏药号就是我们最大的对手了。你这只说对了一半。那另外一半呢？上海有300多间国药铺。哦，谢谢。有58家是田氏药号的。论名气、规模、营业额，还有资历，他们都是上海的老大。但我们不应该把他们视为是我们竞争的对象，应该视为我们想要争取合作的伙伴。那您想怎么和田氏药号合作呢？啊，这个是什么？冰片、薄荷，还有安息香。哎，我如果没猜错的话，这应该是有提神醒脑的功效的。精神丸，我从一本手抄本的永乐大典上找到的古方，花了我20大洋，加上我试用改良，现在比市面上所售的一些神药效果要好。那如果这款清神丸可以在田氏药号的58家药铺上上架的话，就算是不挣钱，只要带给文氏大药房名声和其他药品的销售，那文氏大药房的局面就不一样了。头脑算清楚啊！哎，不过我有一个问题，田氏药号为什么要给你抬轿子呢？哎，更何况人家有功效类似的西洋补脑丸呀。That's your job。什么？我花了钱弄了一张舞会的门票，就是为了跟田大少谈合作，结果被你给搞砸了。现在换你去说服他，叫他别卖什么西洋补脑丸，改卖我们的清神丸。那我怎么说服他呢？我用这么高的工资请你来我们药房当经理，这不是你的工作吗？啊，还有空多补2句英文。这我不想吃了。文老板，根据这几天的磨合情况呢，我重新梳理了一下加工流程啊。另外，有几个工序的位置也需要调换一下。文老板，啊？你刚刚说什么？哦，流程。啊，流程对，流程还有些地方需要调整一下。哎，现在几点了？那个还有广告单要去取呢。广告单我去取吧。行，那我做什么？您可以再睡一会儿。啊。
去吧。哦，好。这个今天务必打出来啊！经理，2万张齐了。好，出去吧。楚小姐，哎，您订的2万张的广告单已经放在那儿了，麻烦您点点数。谢谢啊。哟，楚小姐，楚小姐，您没事吧？没事，没事，没事。要不要给您倒杯糖水啊？啊，不用，我就是有点缺觉。谢谢啊。哎，没事。那广告单要是没问题的话，麻烦您在单子上签个字。哎，好。哎，借过，借过。小姐，小姐，啊？您是去文氏大药房吗？啊，是。哦，对了，你待会儿经过万竹小学再给我停一下啊。好嘞，来，借刀。姐，陈辉，姐，哎，前2天跟你说的事儿怎么样了？我跟周围同学一说，他们都特别愿意，还有好多别班的同学也找到我，也想加入呢。那太好了。到目前为止，我一共招募了52个同学呢。哎呀，太好了。姐，明天就是周末，明天一早我就带着同学出门，保证每条街每户人家全部送到。好的。咱们之前说好了，是1张广告1文钱，一共是5000张广告。这些大洋啊，你自己先收好了，等完事儿以后，你跟同学结账啊。好的，姐。你等等。李秋琪，辛苦了。快过来帮我一下。哎，辛苦了。姐，我们马上要上课了，我们先回去了。好，我之后来看你啊。好，姐，再见。小心台阶。啊，谢谢啊，谢谢，给您。谢谢啊。回来了。老板，广告单都拿回来了。行，里面有些药材，点一下吧。哎，好。老李，老李，来帮忙。哎，这个搬进去啊。哎，好的。楚经理，哎，这广告单你看过吗？啊，怎么了？都是。知道了。工人搞错了，我们的广告单套了2个颜色，得分2次印。第1次没问题，第2次把他们的模板套在我们上面了。西洋补脑丸也在那儿印的啊？这么巧啊？没事，他们说再补给我们，不过要3天后交货。这些都没发出去吧？老板，我必须要跟你说个实情，我已经把5000份的广告单都发给陈辉了。他没发出去吧？哎呀，我也不确定了，因为预计说是明天再发的。哎，老板，陈辉，那些广告单呢？怎么了？已经散出去100张了。不是说明天才发吗？5年级有3个同学正好下午没课，就领了100张出去散发了。哎，他们都去了哪几条街啊？您好，有人吗？
哎，姑娘，你找谁啊？哎，你好，您这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传单？您帮我找找行吗？哎，你好，今天有没有小朋友在这发广告单啊？姑娘，你看是这张？对，是这张。哎，谢谢您。不客气啊。有人吗？谢谢了。是这张吗？对对对，谢谢您，谢谢，谢谢啊。您看一下是这张吗？哎，谢谢啊。找死啊你！不想活了？都齐了。还有4张广告单，是发给行人的，没找到。剩下的都齐了。这包括包子吧？你说那4张广告单不会出什么问题吧？出问题再说吧。都怪我，说我怎么就想着收货，没想着验货呢？对，都怪你。要不这样，我这个月的工资你就别给我了。为什么？因为我做错事了，我理应受到惩罚。啊，做错事了就得扣工资。嗯，不觉得太轻了吗？啊？你说怎么罚吧？替东方补脑丹写一份销售计划。就这啊？不愿意啊？不是，我是想说，如果你能够罚我一点钱的话，我心里会安心一点。我没有让你安心啊，我就是要你内疚，这样你以后才不会犯相同的错误。不是，我是觉得……行了，一整夜没睡，回去睡吧。老板，东方补脑丹的销售计划。报纸广告啊？对，之前永新百货经常在报纸上打广告推销新品，我觉得我们可以效仿。我的计划是，先在报纸上为东方补脑丹登1个月的广告，为其造势，然后再通过国药工会，把东方补脑丹推荐给除了田氏药号以外的200多家药铺老板。你知道这登报纸一天多少钱吗？知道，并且我也算过账了，在这里写着呢。你知道上海国药工会是哪家在把持吗？田大少是国药工会的主席，这事儿我知道。但是200多家药商也不是铁板一块的，而且田大少这人的性格，一定积怨很多。我们应该能找到突破口。哎，你这计划不错。什么意思啊？但花钱太多，见效又慢，觉得适合我们吗？那你想怎么办？拿我包，走。
文老板，其实你不用破费的。我脚上这双鞋虽然破了点，但是穿上去很舒服。再说咱们去谈合作，穿那么好的鞋不太合适的。就这双吧。好的，您稍等。这是霞飞路，我们从这出发，绕过跑马厅，从爱德华路到外滩。如果时间够的话，杀回西藏路，拿下静安寺路。所以你是说我们两个要一家一家的跑，对吗？是啊，一天跑15家，月底前200多家药铺应该可以跑完。跟走吧。你呢？走了。西洋补脑丸只给你返5个点，我们这能给你返15个点，考虑一下。走。要不这样，我们可以先铺货，3个月以后再结账。你帮我们卖100瓶，私底下我们再给你10块奖金。10块钱？嗯。哦，对，如果顾客订货超过10瓶，您都不用亲自送货的，您就给我们打一个电话，我们帮您送货上门。走了。啊，不再多休息一会儿啊？我们今天计划15家，才跑12家而已。那不就只剩3家了吗？你再容我喝一碗。还喝啊？啊。老板，再一碗啊。这位姐。人们有点女人味啊。Lady， 知不知道啥意思啊？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现在很累。你把我当男人用，你还想让我有女人味儿啊？以后谁敢要你？做个文明人啊！哎，楚兄，开不起玩笑啊，楚兄。翻脸了。文氏大药房呢？认识啊？你瞎呀？他们是田氏药号的。什么事啊？就是你们两个是吧？天天在这街上派传单、送样品啊？有吗？你啊？对，是我。怎么了？从这条街上滚出去！凭什么呀？这条街是你们田家的。就凭这个？走了走了啊！走了。怎么了？今天这事就这么算了。管好你的臭婆娘，以后再敢来我们这儿，让你们有来无回。哎，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啊？拿着。嘛呢？有去无回是吧？有去无回，有去无回，有去，我让你有去无回，我让你有去无回，让你有去无回，去死吧！臭婆娘，谁臭婆娘？谁是臭婆娘？让你有去无回，我让你有去无回，让你有去无回，我死吧！啊！行了，别放我！好了好了，放开！去，快点，走，去死吧！你太疯了吧！你也太怂了吧！我更不是保护你嘛！哼！再说了，敌强我弱，你凭什么硬碰硬？敌强我弱，那就以命相搏。一开始就认怂的话，只能助长对方的威风，堵死自己未来的路。这不也被吓跑了吗？我们是做生意的，你真跟他们拼命啊！你既然想从田大少嘴边抢食，那就更应该寸土必争。也只有豁出命去争，他才会忌惮我们，下次才不会派人在巷子口堵我们的路，懂不懂？打这一架他就怕我们，下次来更狠的呢。是怕我没有门。田老板，哎，哎，这文之秋怎么没来？他今儿另外有事儿，来不了了。哦，我要是他，我也不来，丢人。
田老板，庭审结束了才知道谁最丢人呗？是，庭审结束之时，就是你们破产之日啊！大白天的，怎么说上梦话了呢？死鸭子！邵华姐，我的记者朋友们都到了，您是想现在采访，还是等庭审结束之后？等庭审结束吧。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虽然不能亲自来到法庭，但是他委托我将如下证据呈交给法庭。这是克劳迪教授把自己发明的补脑元素转让给田氏药号的转让合同。克劳迪教授允许田氏药号使用其肖像权的授权书，还有，这是克劳迪教授亲笔书写的抗议信，强烈要求严惩文氏大药房的侵权行为。被告方，对原告方提供的这些资料，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有。法官大人，我方对于原告方提出的这些书面证据，原则上没有质疑，但是我们对于原告方提出所有证据背后的前提，有重大的质疑。你说吧。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真的是克劳迪教授吗？你这是什么问题？法官大人，主审官大人，我换一个问题，这个克劳迪教授真的叫克劳迪吗？他真的是个美国教授吗？他真的发明了什么所谓的补脑元素吗？肃静，肃静！被告方，你刚才的质疑有证据吗？主审官大人，有，我方申请传唤证人黄德明出庭作证。反对。主审官大人，证人黄德明的证言与证明克劳迪教授身份的真伪有重大关系。传证人黄德明出庭。黄先生，黄先生，请您向法庭介绍一下自己。主审官大人，我叫黄德明，最近1年我是克劳迪教授的助理。主审官大人，黄先生已经作为克劳迪教授的助理达1年之久，想必您对于这位克劳迪教授已经非常了解了。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世界上除了克劳迪教授本人之外，可能我是最了解他的了。那么接下来就请您如实的向法庭介绍一下，这位克劳迪教授他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主审官大人，克劳迪教授的真实姓名叫做克劳迪斯·彼特，他是美国费城药学院的教授，也是美国制药协会的名誉会长。不是，黄先生，我是说，请您如实的向法庭介绍一下克劳迪教授的真实姓名和真实身份。主审官大人，我曾经在美国费城药学院学习过，这是我的毕业证书，这是我的毕业照。我在这里郑重声明，克劳迪教授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且他是一位极具威望且非常受人尊敬的科学家。他本人拥有多项的发明，其中最重要的发明就是补脑元素。黄德明，我提醒你，现在是在法庭，欺骗法庭是重罪。我晓得，李律师，欺骗法庭肯定是重罪，所以我今天站在这里，绝不能撒谎。主审官大人，我所说的句句都是真话。什么情况？被告的证人为什么替原告说话？肃静！原告律师，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主审官大人，被告证人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们没有什么要问的了。那今天就先这样吧，休庭。哎，钱老板，
请你预测一下最终的判决结果。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虽然还没有最后宣判，但是结果是可以清楚的预测到的，就是我们田氏药房必将胜诉，文氏大药房就是小偷。文氏大药房的人出来了，大家不要着急啊，一个一个问啊，一个一个问。文氏大药房的还随应吗？田老板，您的确厉害，竟然一手成就了克劳迪教授的学术地位。我还要一手再把你们打趴下，让你们一直翻不了身。各位记者朋友，文氏大药房和克劳迪教授马上要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关于今天的官司和东方补脑丹的后续，我们将会有第一手的消息发布。地点就在浙江路的新汇酒店，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移步前往。快点去看看，这是去看看，有大新闻，对，绝对有大新闻。哎，他们怎么和克劳迪教授搞在一起了？不知道啊。梅西，老二，你也来旁听啊？老二，上车，别见着什么女人都走不动的。大哥，这是冰心啊！我知道，说的就是他。Pharmacy Wenshi Da Yao Fan and me definitely get reached understanding. 克劳迪教授已经与我们文氏大药房达成了一个互相谅解。I decide not to appeal again. 并且也决定不再上诉了。As you all know, I'm the professor of Philadelphia College of Pharmacy, honorary president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and Manufacturers of America. 就如大家都知道的，教授呢本身也是美国费城药学院的教授及制药协会的名誉会长。But actually, the efficacy of a new medicin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identity of its inventor. 教授也认为，这药的发明者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款药的功效。That's why I want everybody pay attention to new drug, Dongfang Bunao-Dan. 教授也希望在此呢，大家能够把焦点再一次的聚焦在我们东方补脑丹这上面。I've tried it myself. The efficacy of this drug is significant. 教授本人亲自的验证，这款药的疗效卓越，是款好药。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王厅长，王厅长你好，我是文氏大药房的总经理楚韶华。哟，王厅长，您这面色黄白，眼下浮肿，嘴唇发黑，最近是不是经常头晕目眩、腰膝酸软、手脚冰凉啊？你说的啥嘛？哎，是不是总是入睡困难，起夜又频繁，房事还力不从心啊？你不要胡说啊！你再胡说，我把你抓起来！王厅长，您先别急，您啊这是命门火衰，需补中益气，益精填髓。我们文氏大药房的金匮肾气丸对此症正有奇效，您连服3天，所有的病症都可以改善。另外，我们的东方补脑丹也可以立即缓解您的头晕目眩。这样，王厅长，来，您可以试试。哦，你是文氏大药房的？这是我的名片。王厅长，我们这儿有一批成药啊，叫东方补脑丹，哎，就是这个，被您手下人给扣下了，非说是什么私运鸦片，这真的是实在冤枉，所以我就立刻斗胆前来，希望王厅长给我们一个申诉的机会。冤枉不冤枉啊？等我们调查之后，定有定论啊！你就回去等通知吧。啊，那这需要多长时间才有结论呢？哦，也就是3、5天吧。哟，那太好了，王厅长，谢谢您关照啊，我就先不打扰了。谢谢。
王厅长，记得吃药啊！啊，好，再见。哎，然后明天再给他带一些金匮肾气丸和东方补脑丹，顺便再联络一下感情，希望能够有转机吧。没用的，我这边打听到消息，那个幕后的黑手是田大少。田大少？嗯，田家呢跟淞沪警察厅一直是有关系的，所以王国栋上台后，他在他身上也没少花钱，这也是抠了我们的货，肯定是要报复。哎，夏老板那儿怎么说？他替我们联络几个同行，可是呢，找的关系都是卢永祥这边的关系，是王国栋是齐谢园的人，根本不买卢永祥的账。这倒挺有意思哈。我还找了一个王国栋熟识的朋友帮忙，希望能约他出来吃饭。唉，但这个人啊，太傲慢了，很难约的。喂，啊，云龙兄，刚说到你呢。是。好，我知道了，谢谢啊。王国栋答应出来吃饭，真的？但他指明要你作陪。我？哎呀，你还别说，你们那个东方补脑丸啊，有点名堂。昨天晚上我吃了一瓶你给我的那个药，哎，症状减轻了很多。哦呦，那太好了哈，王厅长，为病家解除痛苦，那就是我们文氏大药房开店的宗旨。是啊，我们开业到现在啊，我们一直都是遵从的老祖宗的祖训，这种走私鸦片事绝对不可能干的。哎呀，王厅长，您就看看吧，这是我们那批货跟苏州几个客商签的合同，还有收款单据、出库的单据，还有我们的装箱记录和货运公司的合同。您跟着这实物一对照，便知道，这所谓的私运鸦片绝属空穴来风啊！就凭这几句空话和这几个单据，就让我完全相信你们，这个恐怕不可能吧？不是，上海国药工会啊，20多家药铺都愿意替我们作证的。对，这是不可能的吧？哎，那王厅长，您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文氏大药房只能关门了。不至于的。哎呦，王厅长，您可不知道啊，我们为了开这个店，文老板把所有的家产都给抵押了，还借了一屁股外债，好不容易东方补脑丹才打开一些销路，那突然就遇到这么个荒唐事儿，我们这批货要是拿不回来，那文老板呢，也只能去南京路上讨饭了。我呀，我也就失业了。哎呦，你也要跟着受苦啊！这个我可不答应。王厅长，那您看您就高抬贵手，就把我们这批货给放了吧。楚小姐，我也跟你说实话啊，你们就这样装装可怜、卖卖惨，就想拿回这批货，这是不可能的。是的，我就这么说嘛。对，王厅长好不容易出来跟我们吃饭呢，净谈公事的。来，王厅长，这杯呢我敬你啊。云龙兄这次呢人在外地赶不回来，特地嘱咐我必须得敬您一杯啊。云龙是兄弟，是啊，那你也就是我的兄弟。哎，好说好说，喝一杯。谢谢王厅长啊，谢谢王厅长啊，多多关照，多多关照啊。云龙跟我啊是北方警务学堂的同学，他说话了，我不能驳他的面子。可是话说回来了，我仔细的一想，光凭我俩这个同学的关系，这个面子好像不够。
要是再加上这个呢？其实呀，没有这么复杂啊。你们想拿回这批货呀，答应我一个条件就行了。王厅长，您说。啊，你做我的八姨太，我马上就把这批货给放了。王厅长，您说笑吧？这王厅长肯定是说笑了。哎，王厅长，说笑可要罚酒的啊！我可从来不说笑，我是认真的。那您这是要是认真的话，我也认真的回复您，不可能。在我王国栋的字典里，就没有“不可能”这3个字。哎，行啊！哎，王厅长，你看我这属下，你看他脾气就这样不好。哎，行了啊，放下。脾气爆了好啊，有味儿。要变态！来，臭流氓！我血知道不死！朱少华，等一下，王厅长啊，你要喜欢这种的，回头我给你找2个，都比这好的。不，我就要他。不行啊，这个厉害，结过婚。生过孩子了，这个不好啊！哎呀，文老弟呀，不瞒你说，我家里头那7个姨太太呀，干啥的都有，女学生、女明星，还就是没有个女经理。你起来，朱少，起来。王厅长，刚才是我口不择言了，我一时冲动。这杯酒，算是我赔罪了，啊！是你看不懂事啊，得罚啊，是吧？啊，赔罪，1杯酒可不行，最起码得1瓶酒。王厅长说的是，这得罚1瓶，来，这我替他喝了啊。不用。出。哎呀，这个豪爽，越豪爽我就越喜欢了。王厅长，你也看到了，就我这脾气，怎么样？你把我娶回去了，不怕家宅不宁啊？不怕，我家里头那几位啊，都很贤惠，他们也会让着你。不行啊！有算命的算过他的命，他的命太硬，在家克死他爸，嫁出去呢克死老公。漂亮，算命的说我呀，命里带煞，女人越刚强越能忘我。王厅长啊，实不相瞒啊，我呢已经有未婚夫了。有未婚夫？谁呀？他。